在菩提祖师的护佑下，孙悟空终于突破到了准圣后期。此时菩提祖师说道：“悟空，你现在已经是准圣后期了，想要突破准圣巅峰，你欠缺的是对道的理解，这是你在方寸山不能得到的。”孙悟空闻言，心中的石头顿时落了下来。原来祖师并不是要赶走他。菩提祖师继续说道：“你得道时日太短，修为进展太快，也不知道是福是祸。这次你多去世俗走走看看，不必刻意追求突破，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用心去看看这三界苍生。”孙悟空问道：“那弟子要去哪里呢？整个三界何其之大，自己要去哪里呢？”菩提祖师说道：“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遵从自己的心。”见孙悟空不再说话，菩提祖师说道：“你下去准备一下，今天就走吧。”孙悟空退了下去。见孙悟空走远，镇元子对菩提祖师说道：“不用这么着急吧，他现在待在这里也没事干，不如早早将他派出去。”菩提祖师转头看向镇元子说道：“道兄，以我也闭关吧。”镇元子脸色肃穆的点了点头，跟着菩提祖师向洞府内走去。在清欢的住所里，清欢正低头想着心事，脸颊上飘起的两片红霞，似乎在诉说着对孙悟空的思念。这时，孙悟空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清欢。”清欢转过头看着孙悟空，惊喜的问道：“大圣，你回来了？”他们不过是分别了一小会儿，清欢就觉得他们已经很久未见了。孙悟空说道：“我要走了，去哪里？”清欢急忙问道，毕竟他与孙悟空今天才重逢，他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迎来分别。孙悟空说道：“祖师让我去世俗走走。”清欢小声问道：“我能跟着你一起去吗？”孙悟空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说道：“我的仇人太多了，你留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跟在身边很危险。”大圣，清欢不怕危险，只要能跟在大圣身边，再危险我也不怕。清欢那双绝美的眼睛中有水雾浮现，看着孙悟空说道。孙悟空哪里受得了清欢这个样子，于是说道：“那好吧，但是你以后不能乱跑，要一直出现在我视线以内。”清欢点了点头，虽然他现在表现得很镇静，但心中已经高兴地欢呼雀跃。就这样，孙悟空带着清欢离开了方寸山。孙悟空和清欢驾着云慢悠悠地在天空中飘着。清欢问道：“大圣，我们去哪里啊？”孙悟空说道：“先去积雷山看看，祖师说女娲娘娘打算将积雷山的妖族带到北俱泸州去，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过去来不来得及。”清欢闻言高兴地说道：“来得及，我父亲前些日子传信告诉我说，现在白泽前辈先带了一部分妖族过去，他们要等白泽前辈他们在北俱泸州站稳脚跟再去。”孙悟空闻言心中想到，白泽昔日里在北俱泸州隐居，对北俱泸州一定很熟悉，他先去探路，这是最稳妥的方法。而一旁的清欢可没想这么多，只是思念自己很久没见的老父亲。本以为上次与父亲分别就是永别，但没想到女娲娘娘这次竟然出面保下了妖族，留在积雷山的妖族也因此没有受到灭顶之灾。本来孙悟空想慢悠悠地飞过去，但是清欢由于过于思念老狐王，逼着孙悟空快速地向积雷山赶去。此时的积雷山魔云洞，鹏魔王与老狐王正坐在洞外饮茶，是不是向天空中看一眼？天空中，牛魔王正在暴打狮驼王。老狐王对鹏魔王说道：“狮驼王现在突破准圣了，是比以前抗揍了。”鹏魔王闻言点了点头，说道：“现在老大揍他，终于不用再收着力了。”狮驼王也没想到自己突破准圣后，在牛魔王这里还是没有还手之力。本来想着赶来积雷山一雪前耻的，没想到竟然让牛魔王的战绩再次锦上添花。正在天空中暴揍狮驼王的牛魔王早就不想打了，但是狮驼王这二货实力虽然菜，但嘴是真的硬啊，都挨了快2个时辰的揍，硬是没说出一句求饶的话，还时不时出言挑衅牛魔王几句。牛魔王心道，自己当年怎么就认了这么一个兄弟，跟个大傻子一样。这货刚到积雷山，就站在天空中大喊一句牛魔王出来受死，自己还以为是灵山或者天庭又打回来了，没想到出去一看，竟然是狮驼王。主要是狮驼王看到牛魔王出去后还不收敛，站在天空中对牛魔王冷嘲热讽。牛魔王哪里受得了这个，飞上去对着狮驼王就是一脚。被踢飞的狮驼王那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牛魔王之间的差距，他还大骂牛魔王不讲武德偷袭自己。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狮驼王在牛魔王的暴怒之下，就一直被揍到了现在。这时孙悟空与清欢也赶到了积雷山，从老远就看到了在天空中的牛魔王和狮驼王。清欢将狮驼王在花果山的豪言壮语告诉了孙悟空。孙悟空知道后不禁为自己的这个傻四哥哀悼，自己这个四哥真是傻得可爱啊！真当牛魔王这个妖族第一大圣是吹出来的，以为自己与牛魔王同一境界就可以打败牛魔王了。当年他们都是大罗金仙的时候，狮驼王哪回不是被牛魔王揍得毫无还手之力？积雷山上，鹏魔王和老狐王见孙悟空带着清欢到来，也起身迎了上来。清欢拉着老狐王的手嘘寒问暖，父女俩此时呈现出一副温馨的场面。但孙悟空没看到的是，清欢向老狐王偷偷指了指孙悟空，老狐王满意的对清欢点了点头。而在天空中暴揍狮驼王的牛魔王，此时见孙悟空来了，也不再殴打狮驼王这个憨货，狠狠的一脚将狮驼王踢飞，就飞身来到孙悟空身边。孙悟空笑着说道：“大哥风采依旧啊。”牛魔王正要谦虚一番，但是还没等他开口，就听到天空中忽然传来一句天外飞狮，然后就被从天上掉下来的狮驼王压在身下。孙悟空等妖一脸惊讶地看着狮驼王，这货是有受虐倾向吧？明明牛魔王都收手了，他突然搞一个天外飞狮，牛魔王自然不会惯着狮驼王，跳起来一脚就把狮驼王踢飞了。天外飞狮，老子今天好好叫你飞！说完不再追打狮驼王，反而跑进魔云洞。过了一会儿，狮驼王再次落在了地面，牛魔王也从魔云洞内拿着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出来。孙悟空知道牛魔王被狮驼王这个二货给弄急了，连忙上前阻拦：“大哥，不至于。”孙悟空的劝阻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牛魔王怒气冲冲地说道：“老七，你让开，今天我让这二货好好飞一次。”这时鹏魔王也上来拉住牛魔王，生怕牛魔王一个不小心就给狮驼王扇飞了。狮驼王虽然傻，还有
有点气人，但那也是他们的结义兄弟啊。牛魔王这一扇子下去，狮驼王指不定被扇到哪里去呢。见孙悟空与鹏魔王在那里拉着牛魔王，狮驼王便觉得牛魔王打不到自己，于是他又开始了自己的作死之路。老大，有种你就扇，今天谁怂谁不是带把的。牛魔王闻听此言，顿时被气疯了，双目赤红的甩开孙悟空和鹏魔王，举起芭蕉扇就向狮驼王扇去。狮驼王顿时离开了众妖的视线。牛魔王长出一口气，心中的怒气消下去不少。孙悟空与鹏魔王也暗骂狮驼王这个二货没眼色，牛魔王都气成那样了，他还敢挑衅？这时牛魔王对青宽和老狐王说道：“二位见笑了。孙悟空和鹏魔王是自家兄弟，自然不用见外。”老狐王笑着说道：“几位大王感情深厚啊。”老狐王并不是恭维牛魔王，他心中真是这样想的，毕竟狮驼王那样的奇葩不是谁都受得了。牛魔王不杀他已经够仁义的。牛魔王转头向孙悟空问道：“这次回来是和我们一起去北俱泸州的吗？”孙悟空摇了摇头说道：“我就不去北俱泸州了。为什么？现在鲲鹏逃走了，妖族又回到了我们手中，正是我等兄弟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啊！”牛魔王不解地看着孙悟空，与此同时，不管是鹏魔王还是老狐王，都在盯着孙悟空等他给出答案。孙悟空说道：“我去不去北俱泸州，与妖族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我向来不喜欢管事，也做不来那个。与其在北俱泸州浪费光阴，倒不如在三界历练一番。”看了牛魔王等妖一眼，孙悟空继续说道：“更何况我们妖族现在最缺的就是高端战力，我们得尽快突破。”牛魔王等妖知晓了孙悟空的意图，也不再相劝。这时老狐王看着清欢，他知道自家这个女儿怕是也不会跟自己去北俱泸州了。清欢看着眼前的父亲，刚要说话，但是被老狐王阻止了。“你的心思我知道，去做你想做的事，去陪能与你过完一生的人。”清欢闻言眼中浮现出水雾。老狐王笑着揉了揉清欢的头：“牛魔王，老子又回来了，有种你在扇啊！”这时狮驼王的声音从天空中传来。孙悟空疑惑地抬头，心想不应该啊，哪怕是自己被芭蕉扇扇一下，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回来啊。这时孙悟空看到了狮驼王身边还站着一个身影，心道原来是白泽前辈救了这二货啊。白泽笑着对牛魔王说道：“这是什么仇啊？你给狮驼王扇那么远？”牛魔王对白泽还是很尊敬的，开口说道：“我们兄弟玩闹罢了，倒是让白泽前辈见笑了。”这时狮驼王还想说话，幸好鹏魔王眼疾手快，堵住了他的嘴巴。经过白泽的解释，众妖才知道积雷山妖族已经在北俱泸州站稳脚了。白泽回来是带他们去北俱泸州的，也不得不承认狮驼王这货傻人有傻福，被芭蕉扇扇飞都能遇到回积雷山的白泽。白泽说完之后，牛魔王和老狐王都去准备搬离积雷山的事了。鹏魔王也带着狮驼王离开了。这时魔云洞外只剩下白泽、孙悟空与清欢。白泽看着孙悟空与清欢笑道：“什么时候办酒席啊？我送你们两个一份大礼。”清欢洁白的脖梗瞬间通红，羞涩的低下了头。孙悟空闻言苦笑道：“前辈就别打趣我了。”白泽也不强求，孙悟空也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白泽。白泽闻言肯定的点了点头，说道：“你的想法是对的，现在妖族这边有我在，女娲娘娘也照料着我们，不用担心有强敌侵扰，你放心大胆的去闯吧。还记得你我初次相见时我说的话吗？”白泽突然问道。孙悟空闻言顿时陷入了回忆，还记得当时他与白泽第一次相见谈话，白泽就说他是妖族的希望，说他像曾经妖族天庭的领袖东皇太一。孙悟空闻言笑了笑，对白泽说道：“白泽前辈，我想你当时可能说错了哦。”白泽深深的看了一眼孙悟空，缓缓说道：“愿闻其详。”孙悟空说道：“当年前辈说我是妖族的希望，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妖族的希望放在一个妖身上，我更觉得以后妖族的希望并不在我，而在你，在我。”白泽不解地看向孙悟空，他不明白孙悟空为什么说妖族的希望在他。是的，在你，更准确的说，是在你所管理的积雷山妖族。哪怕一个妖再强大，也不能代表整个妖族，只有整个妖族强大起来，才能站着在三界中生存。白泽是何等聪明的妖，以前他将希望寄托于孙悟空，不过是受昔日强大的东皇太一影响，认为一个种族想要强大，必须要有一个像东皇太一那样的强者带领。但是现在孙悟空为他拨开了眼前的迷雾，他此时豁然开朗。他看了一眼孙悟空，说道：“倒是我狭隘了，放心吧，以后我会全力发展妖族的，你也尽快增强自己的实力，我们双线并进。”孙悟空闻言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抬起头，面色肃穆地对白泽说道：“我不想做第二个东皇太一，我是孙悟空。”白泽笑道：“我相信你以后会超越东皇的，旭日东升，祥云高飞。”孙悟空和清欢行走在大地之上。半个月前，积雷山的妖族已经在白泽和牛魔王的带领之下去北俱泸州了。孙悟空也带着清欢开始行走三界。清欢问道：“大圣，我们要去哪里啊？”孙悟空淡淡的说道：“不知道，走到哪里算哪里吧。菩提祖师叫他去世俗，但并没有指定他去那里，所以孙悟空也就这样随心所欲，走到哪算了。”清欢似乎很享受这样的日子，每天都是喜笑开颜的样子。反正对清欢来说，只要和孙悟空在一起，哪怕是去九幽阴曹，那也是极为浪漫的事。现在他们两个的样子，像极了画本小说里浪迹天涯的佳人眷侣。孙悟空和清欢来到了一座人族城池，他们两个变换身形，化作人族的样貌进入城池。进入城池后，清欢顿时被这里的繁华所吸引，让孙悟空给他买了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孙悟空身上自然没有人族所用的银钱，但是像点石成金这样简单的术法，孙悟空还是会的。他们来到一个酒馆前，不知道怎么回事，孙悟空突然很想进去坐坐。对孙悟空言听计从的清欢自然不会拒绝孙悟空的要求，他们两个向酒馆内走去。当他们走到酒馆门口的时候，一个儒雅中年模样的男子忽然从酒馆内窜了出来，摔倒在孙悟空与清欢面前。纵然摔倒，依旧拿着酒壶，口中大喊着：“
我没醉。这时，一个道士模样的中年人站出来，对孙悟空和清欢说道：“二位，不好意思，我这位兄弟喝醉了，有惊扰之处，还望不要见怪。”孙悟空摆了摆手，就带着清欢进去了。店家给孙悟空和清欢端来酒菜，那个儒雅中年模样的男子也被那道士扶了进来。清欢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对孙悟空说道：“大圣，他们两个不简单啊。”孙悟空自顾自地喝着酒说道：“不就是两个金仙吗？有什么不简单的？大圣，这里可是凡人居住的地方啊，金仙可不常见。”孙悟空闻言撇撇嘴说道：“金仙有什么不常见的？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的时候，一棒一个。”清欢突然想起孙悟空的经历，好像一出场就是高端局，金仙什么的在孙悟空眼里就是一棒子的事。清欢耐心地给孙悟空介绍着金仙在凡人国度的超凡地位，孙悟空也在那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听着。这时，那个道士过来对孙悟空和清欢说道：“贫道看二位也是修行之人，不知二位道友怎么称呼啊？”清欢看向孙悟空，毕竟出门在外，一切事宜还是那男人做主嘛。孙悟空看都没看那道士一眼，说道：“去问你祖师爷。”那道士也不恼，笑呵呵地说道：“其实我们在这里就是特意等二位的。”这时孙悟空来了兴趣，转头看着那道士说道：“你可知我是谁？”那道士摇了摇头说道：“贫道不知。”孙悟空顿时笑了，狠狠地说道：“你既然专门在此地等我，又不知我是谁，今天若是不说出个1、2、3来，俺老孙定要叫你知道戏弄我的代价。”那道士闻言也不说话，拿出一个东西交给孙悟空。孙悟空拿过东西一看，脸色凝重地问道：“给你东西的人在哪？”那道士说道：“在城外往北30里处。”孙悟空看了一眼清欢，传音说道：“你先待在这里，若是我不曾回来，你就回方寸山，将今日之事告诉祖师。”说完，孙悟空便要朝城外飞去。大圣！清欢突然叫道。孙悟空转过头看了看清欢，清欢知道孙悟空这次去可能有危险，但他却不能帮到孙悟空，他跟着去了，只能成为孙悟空的累赘。孙悟空说道：“没事，我这也是做好万全准备的。”这时，一道苍老声音传入孙悟空和清欢的耳朵里：“你这猴子，老道若是想对付你，用得着这么麻烦吗？带着你的小道侣一起来，说不定还有一份机缘。”孙悟空知道现在自己和清欢的举动都逃不过那位的眼睛，于是说道：“俺老孙这不是被你当年用金刚镯偷袭怕了吗？”孙悟空心中想到：你们这些圣人心都黑，指不定怎么算计俺老孙呢。当然，菩提祖师除外。孙悟空带着清欢向城外飞去。来到城外，孙悟空看到两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坐在一棵柳树下对弈。孙悟空说道：“老官儿，你不在你的兜率宫中炼丹，闲得跑到这里下棋，不错。”叫孙悟空来这里的正是太上老君，也是道门的道德天尊。另一个老人孙悟空不认识，但是能跟太上老君下棋，想来身份也不简单。太上老君放下了手中的棋子，对孙悟空说道：“你这猴子，这一段时间3界都被你搅和乱了，要不是元始天尊出面，这3界恐怕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孙悟空翻了翻白眼说道：“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一切不是鲲鹏搞出来的吗？”但是孙悟空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有些心虚的，毕竟鲲鹏是妖族请出来的，妖族是他和牛魔王聚拢起来的。太上老君也没心思跟孙悟空扯皮，指着对面的老人说道：“这位是人族的孔丘孔夫子。”孙悟空向那位老者拱了拱手，算是打过招呼了。那个老者也向孙悟空笑着点了点头。太上老君继续说道：“他是人族的圣人。”孙悟空顿时不敢相信的看着孔丘，怎么可能？现在怎么可能有人成圣？孙悟空盯着太上老君说道：“难道3界中还有鸿蒙子气？”太上老君摇了摇头说道：“鸿蒙子气当年在紫霄宫中早就分完了，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成圣？”孙悟空面色激动的向太上老君问道。不由他不激动，现在他已经是准圣后期了，再突破就是准圣巅峰。可是准圣巅峰之后就没路了，圣人之位当年在紫霄宫中早就分完了，现在却出现了孔丘这位不依靠鸿蒙子气就能成圣的圣人，这意味着有别的正道之法，这对孙悟空来说极为重要。太上老君自然能理解孙悟空此时的心情，3界修士皆知道，准圣巅峰这条路就已经走到头了，修行无疑已经成为了一条断头路。哪怕早已是准圣巅峰的玉帝如来，也不再奢求正道。玉帝现在所求不过是摆脱圣人的控制，成为真正的3界之主。如来现在所求的也是将佛门发扬光大，然后自己取代玉帝的位置。但是他们2人的天赋是非常好的，曾经他们也想问到至高，但是没有鸿蒙子气，成为了他们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在有人在没有鸿蒙子气的情况下正道，说明这条路不是断头路，没有鸿蒙子气也可以正道成圣。太上老君对着孔夫子说道：“道友，给后世指一条明路吧。”孔夫子笑了笑说道：“自当如此。”孔夫子转过身正襟危坐，看着孙悟空说道：“我的正道之法其实不难，不过是为人族订立了规矩礼法而已。”孙悟空看着孔夫子，心道：“这就完了，你玩我了。”太上老君对着孔夫子说道：“这猴子没有领会道友的意思。”孔夫子笑了笑，不再说话。太上老君对孙悟空说道：“孔道友的意思是成圣需要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并且要不断探索，一直走下去。”孙悟空还是不解。太上老君挥袖一甩说道：“老道送你一场造化。”孙悟空顿时栽倒在地。大圣！清欢忽然尖叫出声。太上老君见状说道：“放心吧，女娃子，他没事，只是睡着了而已。你且过来看看这棋局，或许能得到一份机缘。”清欢见孙悟空并没有受伤，于是才放下心来，走到太上老君身边观看棋局。而此时远在方寸山与镇元子闭关的菩提祖师心中一动，一道神识便向孙悟空所在之地飞去。太上老君自然察觉到了菩提祖师的神识，立时放出一道神识直奔方寸山。接到太上老君传信的菩提祖师这才放下心来，安心帮助镇元子修炼。孙悟空这时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孙
孙悟空看着周围荒凉的景象，他感受不到这片天地的灵气，或者说这片天地根本就没有灵气。难道这里是天外，不在三界？孙悟空自言自语地说道：“这老不二也太可恶了，好端端的给自己扔到天外干嘛？”这时孙悟空察觉到了不对，周边有无数道魔气向自己接近，这些气息有强有弱，参差不齐，有好几道准圣强者的气息，也有天仙地仙的气息。孙悟空顿时唤出金箍棒，因为他察觉到了他们散发的魔气。突然，一个准圣实力的魔物从孙悟空背后袭来，孙悟空转身一棒向那魔物砸去。那魔物虽然也是准圣实力，但哪里能接住孙悟空的全力一棒？那魔物顿时被孙悟空打得身形俱灭。这时，所有的魔物都来到了孙悟空身边。孙悟空抬头看去，顿时头皮发麻。他现在已经被无数魔物包围，天空中、地面上无穷无尽的魔物正在向这里赶来。孙悟空连忙施展神通法天象地，万丈高的身躯顿时出现在这片天地之间。但孙悟空的法相瞬间被魔物淹没，他只能咬牙挥舞着金箍棒向那些魔物砸去。好在这些魔物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实力并不是很强，纵然有准圣强者，但也不是孙悟空的对手。打着打着，孙悟空就发现了不对，这些魔物好像没有自己的意识。按理来说，自己杀了这么多魔物，可是那些魔物依然义无反顾地向自己杀来，哪怕是一些实力弱小的魔物，亦是前仆后继地杀向自己。可此时的孙悟空哪里有时间思考这些？前仆后继的魔物不得不让他全身心投入战斗。此时正在与太上老君下棋的孔夫子看了一眼倒在那里的孙悟空，对太上老君说道：“道有大手笔啊，在其心中创造出这样一副真实的战场，我不及也。”太上老君笑了笑说道：“小道而已，希望他能有所收获，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啊。”孔夫子道：“这般造化，道友何不将其授予自己的道统弟子？”太上老君摇了摇头说道：“道友是知道这猴子有什么过人之处吧？请道友解惑。”孔夫子郑重地说道。太上老君也不卖关子，开口说道：“道友近100年来闭关，不知三界中的事情，自然不知道这猴子有何过人之处。他本是女娲道友当年补天石遗留的补天石所化，拜师红云道友，修道未及1000年，已经成了准圣后期，一身战力不凡，天赋异禀。”孔夫子闻言恍然道：“怪不得我觉得与他亲近，原来他与我人族同根同源，皆来自于女娲娘娘。可若是只有这些，还不能让道友如此看重吗？”太上老君闻言笑了笑说道：“道不可言啊。”孔夫子见太上老君不再说下去，也不再追问，自己心底琢磨起来，这孙悟空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不然老君怎么会将这么大的机缘赠送给他？要知道，哪怕是太上老君要在孙悟空心中创造出那一副天地，也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只要孙悟空悟性足够，当他醒来之时，便可领悟通往圣人的康庄大道。孔夫子扪心自问，若是自己手持一份这样的机缘，绝不会将这份机缘送给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可能是他还没有到太上老君的那个境界，也想不到太上老君所想之事。太上老君看着眼前陷入深思的孔夫子，心中想着自己何尝不想将这一份机缘留给自己的道统，但是三界现在的形势容不得他这么做，天外的邪魔压不住，三界现在的实力远远不足以与之抗衡。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惜一切的让三界中多一些圣人。本来这份机缘是给玉帝和如来准备的，但是他们二人现在过于追求权力，对于突破境界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好在近几百年冒出来了一个孙悟空，天赋、心性、悟性都极为惊艳，太上老君这才选择了孙悟空。可是现在正在被魔物围殴的孙悟空却不这么想，一边打杀魔物，一边大骂太上老君心黑，将自己扔到这里受苦。天外无边无际的魔物杀不尽，孙悟空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挥舞着金箍棒，不断地向眼前的魔物砸去。突然，围绕在他身边的魔物像是接受到什么命令一样，如潮水般退去。孙悟空抬头凝视着前方，他感觉到有更加强大的气息向自己这边袭来。果然，一个身穿地袍、头戴金冠的伟岸身影出现在孙悟空头顶的天空中。那人傲气凌霄，霸气侧漏，低头俯视着孙悟空，缓缓开口说道：“妖族小辈，见朕为何不拜？”孙悟空此时竟然生出一种跪地参拜的想法，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想法。他抬头打量着头顶的男子，不由被眼前男子散发出的气息所震惊。眼前之人明明是准圣修为，但是其气势比玉帝如来都强。孙悟空可以肯定，眼前之人绝对是三界中人，但是三界又何时冒出来了一个这样强大的人物？见孙悟空不但没有行礼参拜，还抬头打量自己，那人顿时以为孙悟空是在挑衅。大胆，身为妖族，竟敢对我不敬！孙悟空闻言说道：“你是何人？我们妖族凭什么敬你？”那人闻言仰天大笑，似乎是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我是何人？难道我东皇太一在后世如此不出名吗？连准圣后期的妖族都不知道我是谁了？孙悟空闻言顿时察觉到了不对，东皇太一不是在妖族覆灭一战中死了吗？现在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又是何人？孙悟空朗声说道：“东皇太一在妖族天庭覆灭一战中身死道消，这是三界皆知的事。你是何人？竟敢冒充我妖族先辈？”那个自称是东皇太一的人瞬间面色大变，神情狰狞地对孙悟空吼道：“东皇太一没有死，他不可能死，他那么强大，怎么会死？”孙悟空心道：看来眼前之人确实不是东皇太一，自己心中的猜测是对的。那人此时已经陷入了疯魔状态，口中不停地说着东皇不可能死。这时，那人抬起头，双目赤红地盯着孙悟空说道：“你一定在骗我，我要杀了你这个造谣的人！”说着便向孙悟空一击袭来。孙悟空连忙唤出金箍棒上前抵抗。那人见孙悟空实力强大，于是冷哼一声说道：“今日就算你再强，也要留在这里。”说完就飞身来到天空中，一时间金光闪耀，一口钟出现在了天空中。这钟呈混沌玄黄色，钟体外日月星辰、地水火风环绕其上，钟体内有山川大地，洪荒
荒万族隐现其中，五色毫光照耀诸天，混沌圣威震慑寰宇。东皇钟，孙悟空顿时尖叫出声，因为眼前这口钟又名混沌钟，是昔日东皇太一的半生法宝，拥有镇压鸿蒙世界之威，扭转诸天时空之力，演变天道玄机之功，炼化地水火风之能。混沌钟玄妙无限，造化无穷，可以禁锢时间，镇压空间，反弹任何宝物神兵的攻击和无视一切神通法术的伤害，攻击防御一体具备，顶于头上先例不败。孙悟空想着，若是自己能得到这个宝物，3界之内除非圣人出手，不然谁也奈何不了自己。在昔日妖族天庭灭亡之时，随着东皇太一的战死，这口钟也破碎虚空而去。今日出现在这里，说不定就是我的机缘。孙悟空心中想到，可混沌钟却不这么想，钟身散发出恐怖的气息，古朴的钟声在这天地间响起，钟声浩荡，宇宙惶惶，天地失色，乾坤动摇，混沌至宝之威显露无遗。孙悟空连忙运转法力抵抗，可他哪能抗住失控的混沌钟？一击之下，全身气息紊乱，双耳之中竟然流出鲜血。钟声过后，孙悟空强撑着身体站立，心道这混沌钟竟然如此强大，混沌钟也变回了人的相貌，不过这回不再是东皇太一的样子，反而是一个7、8岁的稚童模样。念你也是妖族的份上，今日我不杀你，你告诉我东皇还活着？混沌中所变化的稚童看着孙悟空说道，其实也不是他不想杀死孙悟空，而是他没有实力杀死孙悟空，毕竟他只是一个法宝，没有主人控制的他难以发挥出全部实力，这种状态下的他重伤孙悟空可以做到，但杀死孙悟空却是难以实现的。孙悟空抬起头缓缓说道，他确实已经死了。稚童闻言瞬间大怒说道，你真的不怕死吗？东皇何其强大，妖族何其鼎盛，3界中谁能杀死东皇？孙悟空此时也知道了混沌中的强大，但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还无法收服混沌钟，于是开口说道，你若不信，可以与我一同去3界，你应该认识白泽吧，他现在就在3界中掌管着现在的妖族。白泽？那稚童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你别骗我，白泽虽然能力很强，受东皇信任，但是他的实力压不住妖族。孙悟空闻言解释道，现在的妖族不比从前了，自从昔日妖族天庭战败之后，妖族便走下坡路，到如今准圣实力的只有区区几个，白泽已经是实力最高的。那稚童闻言陷入了沉默，似乎在想孙悟空说的话是否可信。那稚童不敢相信的喃喃道，怎么会这样？孙悟空也听到了这句话，但他不知道这稚童是在为妖族的落寞惋惜，还是在为东皇太一的心血付之东流而感到惋惜。孙悟空见状顺水推舟的说道，你作为昔日妖族领袖东皇的法宝，难道就忍心让他一手缔造的妖族就这样继续落寞下去吗？法宝终究是法宝，就算有了灵智，在鼓动人心这方面也不是孙悟空的对手，毕竟孙悟空这些年被算计了这么多次，都久病成医了。可是稚童此时显然是有难言之隐，孙悟空可以看出他很想跟着自己去3界，但是又有什么顾忌？孙悟空转念一想，顿时明白了，既然太上老君送自己来这里，那么他一定知道这里的情况，所以稚童的顾忌是什么就很明显了。他对稚童给了一个安心的眼神，抬头对天空中喊道，老官儿，快出来！太上老君的身形出现在了这片天地间，那稚童向太上老君拱手，怯生生的说道，见过圣人。孙悟空说道，老官儿，你既然把我弄进来，就该让我带出去点东西吧。孙悟空想着总得找个理由带走混沌钟吧，他已经做好撒泼打滚的准备了。太上老君一旦开口拒绝，他就立刻实行。太上老君笑道，本来就是给你的，不用你这猴头耍心思。这时那稚童突然向太上老君问道，圣人老爷，我家主人真的死了吗？太上老君闻言点了点头，向稚童说道，东皇太一确实在那场大战中身死。那稚童顿时如遭雷击，久久不能言语。如果刚才他对孙悟空的话还有所怀疑的话，这回太上老君的话让他不得不相信东皇太一身死的真相，毕竟太上老君是圣人，没理由骗他，也犯不着骗他。稚童大悲，变回混沌中本体飞到天空中，一时间钟声四起，古朴、悠扬、悲伤、怀念。混沌中在用他的方式送别东皇太一，钟声响彻这方天地，经久不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混沌中又变回了稚童模样，但此时的他面如金纸，看起来虚弱不已。稚童口吐鲜血，看着孙悟空虚弱的说道，带我去现在的妖族。说完便化作混沌中，此时的混沌中也没有了方才那般光彩，看起来跟寻常世俗之中的钟一模一样。孙悟空看向太上老君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太上老君开口说道，混沌中作为东皇太一的半生法宝，知道东皇太一身死的消息，难免心生悲痛，倒有所缺。可是东皇太一已经死去很多年了，他为什么现在才会这样？孙悟空非常不解。按理来说，混沌中作为东皇太一的半生法宝，二者心意相通，东皇太一如果死了的话，他不可能不知道。太上老君开口说道，其实在我当年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他有所残缺。当年妖族天庭灭亡，东皇太一在临死前将混沌钟送出3界，当时的混沌钟已经意识到东皇太一要死，他知道自己接受不了这个消息，于是就将自己的记忆篡改。孙悟空闻言道，自己的记忆也能篡改吗？太上老君说道，混沌钟作为混沌至宝，可以禁锢时间，镇压空间，改变自己的记忆还是能做到的。你是说混沌钟将东皇太一以及妖族天庭灭亡的事情从自己的记忆中抹除了？孙悟空说道。太上老君闻言点了点头。孙悟空还是不解，如此强大的宝物，太上老君为何不收服呢？他不相信太上老君没办法收服混沌钟。太上老君作为圣人中综合实力最强的一个，想收服混沌钟有的是办法。太上老君自然知道孙悟空的心中所想，开口说道，这混沌钟虽然实力强大，但是不适合我，我若是强行炼化，纵然以后能使用它，但是其威力会大打折扣，对我来说如同鸡肋。孙悟空开口问道，那为什么要给我？
太上老君笑了笑说道：“大势所趋，现在的3界需要很多强者，圣人之下，我唯一看得顺眼些的不多，你算一个，能让混沌中认可你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孙悟空闻言说道：“难道你也认为我像东皇太一？”先前白泽说他像东皇太一，现在太上老君好像也有这个意思。太上老君闻言摇了摇头说道：“我有一种预感，你以后的成就会比东皇太一更高，会比东皇太一更强。”孙悟空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开口说道：“可是东皇太一纵然很强，但他依旧没有证到成圣。”孙悟空可是记得太上老君是要告诉自己怎么证到成圣的。当年东皇太一自出生之日起就拥有混沌中，但是直到他战死都没有到圣人境界。太上老君闻言说道：“正道之法向来不是他人传授的，每个人的正道之法都不一样，都是靠着自己的摸索。今日我赠你混沌中，你能不能得到他的认可还不一定呢。至于后面的路，需要你自己去走。我这次叫你过来，不过是为了让你知道，就算没有鸿蒙子气也可以证到罢了。”孙悟空闻言翻了翻白眼说道：“那你还用这么麻烦？直接把混沌中给我，然后告诉我没有鸿蒙子气也可以证到不就得了？还搞出来一个这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太上老君闻言气急骂道：“你这猴头，若不是你最开始对战那些魔物时表现出不俗的战力，你以为混沌中愿意出来见你？就凭你说一句白泽现在在妖族就能带走混沌中？作为混沌至宝，混沌中也是有自己的傲气的。”孙悟空懒得搭理太上老君这个故弄玄虚的牛鼻子，说道：“现在混沌中也答应跟着我去妖族了，让我回去吧。”太上老君闻言一挥袖子，他和孙悟空瞬间消失在这片天地，跟他们一同离开的还有混沌中。孙悟空悠悠醒来，看到太上老君还在和孔夫子下棋，清欢站在2人身旁观看。混沌中现在已经变为很普通的样子，放在孙悟空身边。清欢，孙悟空叫了一声，但是清欢却毫无反应。太上老君说道：“别叫了，他有他的机缘，现在你就算叫破喉咙也叫不醒他。”孙悟空向清欢看去，发现清欢周身围绕着非常玄妙的气息，一身实力也在不断提升。孙悟空问道：“他还有多久能醒？”太上老君说道：“这要看我们多久能下完这局棋，短则3、5年，长则数百年。你先走吧，他醒来之后自会去找你。”孙悟空心中计较一番，觉得清欢似乎待在这里更加安全些，跟在自己身边还有可能更加危险，毕竟3界之中还没有人能在2位圣人身边行凶。孙悟空向太上老君和孔夫子行了一礼，说道：“劳烦2位圣人帮我照顾清欢了。”太上老君摆了摆手，不耐烦地说道：“快走快走，当年大闹天宫的豪气去哪了？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对了，混沌中的气灵现在已经沉睡了，一时半会儿醒不了，你可以先不用去北俱泸州找妖族。”孙悟空闻言点了点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清欢，然后转身离去。